大家好，我是曹医生。保险只要交满10年啊，就可以把你付过的钱，也就是本金都取回来。但这笔你已经付过的本金呢，还会以复利的速度帮你利滚利，等于你1分都不用交，就可以让保险养着你。你活着给你钱花，死了把钱赔给你的后代，是不是很爽呢？我笑了，这种话居然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被骗了。包括当初一无所有的我，也被认识10几年的朋友给卖了。如果今天再有保险经理这样跟你讲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封锁了。因为他会这样讲呢，无非就2种情况：第一，他是真的不懂，象限是怎么教他的，他就怎么说；第二，存心的套路你，自己帮自己洗脑了，明知道是骗人的，都催眠自己是在帮人。我知道我今天站出来讲这些话，又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者，也会有无数的人出来黑我。这种话题呢，不会有人讲的，小流量不敢讲，大流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讲，那没人讲，我来讲嘛。我希望对得起每一个为我撑腰的兄弟姐妹。我告诉你，我做生意、投资房地产、股票期权那些呢，有试过亏钱，但是都没有被人家骗过。唯独买保险，我居然白白交了1年的钱。而我才发现啊，这种情况居然不止我一个，不是特例。有的人还会越陷越深，最后无法自拔，交钱去养活某些骗你的中介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，最后出事的时候，什么理赔啊都得不到的。而即便如此呢，我还是选择保险作为我财富传承的工具之一，因为骗你的是人，而不是保险这个工具。如果你听懂了今天讲的保险里面杠杆的威力，你将会融会贯通，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钱买最有用的保险。当你有事的时候，你付出的成本不但比别人少，而且赔付给你的金额呢，却可以比别人多几倍。所以赶快的点赞，确保以后遇到买保险决策的时候呢，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。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真正让你财富自由的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5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首先，买保险真的可以交满10年，到期就可以把本金全部取出来，等于没花钱就有保障吗？答案还真的是可以啊，这就是语言的艺术了。没错，你确实交满10年就不用再交钱了，但他没有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到期啊。你以为是交满10年就可以立马取钱，可是等到10年以后呢，你再打去保险公司问，你得到的回复可能是要等到80岁才能够退还本金，因为你买的是被捆绑销售的储蓄保险。比如说今天你去买一个寿险，你死了以后才能够赔钱，而且还不是赔给你，因为不可能说烧钱给你嘛，所以只能赔付给你的后代。那么你可能会想，如果你100岁才挂的话，那么你不是白白交了几10年的保险吗？又或者你买了个定期的医疗险、重疾险，你又可能会想，如果我不生病的话，那我每一年交的保险费不是白交了吗？难道我要每一年把自己弄病一次，期待自己生病，最好还是重病，这样我才能够回本，甚至是赚到钱了吗？很多人会这么想的，所以就把保险视为一个骗局，跟你签一张合同，你就要交钱给保险公司，健康反而是亏钱的，很扯，对吧？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想的时候，那做保险的很难销售嘛？于是呢，保险公司就笑了一笑，捉住了这心理，设计了一个全新的产品，叫做返还险。刚说了，以前你去买保险是一份对赌的合约，你死了保险公司赔钱，你不死你就白交钱。那么现在的新产品呢，叫做生死的合约，意思就是无论生死都要给你付钱的，不会让你这个钱白交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保险的中介这时候就有底气了，他走过来告诉你，保险呢其实不是骗局来的，只是你不懂怎么买最划算。那我是一个专业的理财顾问嘛，我可以为你单独设计一个理财的方案，就是我们有一款新的产品，不但可以帮你存钱，这里面还会产生利息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利息呢去买寿险、重疾险、医疗险，等于你付了一笔钱，就可以满足你所有保险的需要。然后你心动了，以前你1年的保费交$100，现在就要交1000、2000、3000，越有钱的人买的越多，一交呢就是交个10年。实际上呢，你只是被偷换的概念。
就好像你走进了银行，银行的经理推荐你买理财产品，你拒绝了，现在经过包装，你什么保险都买了，连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也买了，而人家只是告诉你，以前你买保险是亏钱的，现在不但能帮你储蓄，还能够给你返还，能够听懂吗？那有的人就会说，就算交了10年的钱，没有返还本金，要等到80岁才能返还的话，那还是等于没有花钱去买保险啊。如果你已经买了很多年，那你就这样去想吧，毕竟心里面会好受一些。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认识10多年的小学同学，他兼职去做保险，我看他这人蛮上进的，我自己呢也只顾着创业，没有研究过保险，所以就跟他买了这样一个生死的合约。第2年呢，他就没有干保险了，然后这个朋友呢，从此就联系不上了，他相当于赚了我一笔钱就走，因为买这种保险呢，就相当于大部分的保险都要买了嘛。然后我才发现，这世界上最大的变量就是时间。比如说，今天你班上有一个女生，长得超像 BLACKPINK 里面其中一个女生啊，甚至比她们更好看，所以她有很多男生追求，对吧？那你今天也想要追求她，把她私有化，那她也被你的诚意感动了，决定答应你了。不过呢，她跟你说，现在不打算谈恋爱，要等到80岁的时候，你们才可以在一起，请问你愿意吗？现实里面我发现很多人都愿意啊，一辈子就当那个工具人、接盘侠，然后被骗了钱、骗了青春。但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就会意识到，美貌其实不值钱的，它随着时间都会贬值的。同样的道理，钱也是不值钱的。美联储不断的印钱，10年前你能买到的东西呢，你10年后就买不到了。当时我叫人家投资买房，还有人出来碰瓷蹭流量，说房价10年就没有涨过。那这种没买过房叫人家买房的人呢，会拿蛋壳区的房子跟我们蛋黄区的比，那没有什么好比的。夏虫不能语冰嘛，我祖先留给我们那些祖屋啊，现在送给人去住都没有人去的，对吧？但聪明的你就会知道了，如果你今年才20-30岁，你今年的10万跟你50岁、60岁、80岁的10万会是同一个概念吗？钱会缩水的啊。今天一套房子假设是50万美金，你买了保险，告诉你80岁就能够拿到50万的美金，那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80岁的时候就可以买得起这套房子呢？那每个人都去买这个保险就好了，大家都能够买得起吗？难道保险公司是开善堂的吗？但是你会发现，保险公司就是最有钱的公司。然后你翻开他们的财报一看，他们最大的收入不是投资的回报，而是利差的收入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了保险公司跟你玩一个游戏，告诉你给他100块，他返还给你1块。而为什么你会愿意去玩呢？因为加上了时间这因素，让你觉得你给了他100块，自己呢就能够拿1000块，能够听懂吗？时间会吞噬你的钱的购买力，所以为什么我第2年就断供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帮一个3岁的小孩去买一个返还型的重疾险，保他30年，最多赔7万美金，你每一年就要交700美金。但如果你拿这700美金去买纯重疾险，至少可以赔25万美金。你去想一下嘛，万一你的孩子不幸身患重疾，你觉得拿到200万的赔偿，还是50万的赔偿会更有利给你的孩子治病呢？记着，有返还性质的和储蓄性质的保险呢，一般都很贵的。你想一下嘛，把保障和理财这2个功能融合在一起了，那你交的保费，保险公司肯定需要拿出来一部分进行投资的，才能够在保险到期的时候连本带息返还保费啊。但这就降低了你保险的杠杆，你钱是多交了几倍，但保障的功能也跟着被削弱了几倍，到时候它返还给你的利息还不够你去看病了。而且业务员不会告诉你的，这种返钱的重疾险呢，是需要你一直没有出事，一直不生病才能够给你返钱的。如果你在80岁之前生了大病，重疾险理赔了，那你80岁的时候就不会返钱了。也就是说，理财和重疾只能赔一个，相当于你花了2份的钱，最后只买了1个保险。而80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把所有的钱领出来，虽然也贬值的医不了什么大病，但如果你还是领出来的话，那领出来以后你就没有任何保障了，代表了如果你领了钱的时候患上了重疾，你就要自己掏钱，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你钱的。而我当时买的保险呢，是需要15年才回本的，意思就是假设我每一年要交3000美金的保费，交个10年，我是不是交了3万美金？
如果我第11年有急事需要钱，我想要把钱取回来，那我是不能够取回来3万美金的，我可能只能取回来1万。而且一旦我把钱取出来之后，所有的储蓄和保障的功能都会没有了。那如果你交了5年的钱，交了是1万5，你当下想要取钱出来，你可能连5000都拿不到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储蓄型的保险退保的成本太大了。如果你已经交了好几年的钱，如果要退保，几乎要亏掉所有的保费。但是如果不退，继续交下去呢，你只会越陷越深，长期投入越大，损失就越大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保险是骗局？大部分他们是买了这类的保险，真的出事的时候得不到理赔。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买呢？因为你买一次就等于你什么都买了，而且费用很贵，他们那些业务员的佣金呢就会很高。所以哪怕冒着被黑的风险，我也要说了，如果你没有什么钱，买纯正的重疾、意外、医疗、定期的人寿险就可以了。这些才是最原始，但是杠杆最高、保障最多的产品。你的保险收入不应该占据你太多的财富的，你要保证你的退休生活，你要财富自由，你要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创业、投资，最重要的是投资你自己的脑袋。因为我不是教你拿着你的钱去开一家小小的实体店，你自己不但要亲自下去干，还把钱投资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，不需要承担投资风险的才叫做创业。比如说自媒体，一根网线、一台电脑、一个人就构成了创业的基础了。做出了产品了，推广和营销的成本也几乎是0了。这样的话，你资本原始的累积就会很快的完成，这是所有传统企业都做不到的效果，而且周期呢还是非常短。网络创业一般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，你去开一家店，干个半年、干1年才回本，等于你自己去白干。但是网络你赚到的每一个100万都是你直接的利润。因为 YouTube 有25亿人，每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和服务，你就会有25亿，而且是7天24小时自动的运作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为什么我们真实可以年赚7到8位数美金，我把我整套方法和商业机密总结在一个培训营里面。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计划，我本人和我培训的创业导师打算花时间抽出一些幸运的人，为他们提供一个1对1的免费咨询服务，帮他们独立的诊断目前如何才能最快速、长远的提升自己几倍的收入。这2个价值3万美金的服务呢，今天不需要1万，连1100甚至连1块都不用了。只要你订阅和点赞，就可以免费报名我的培训营，然后我们会跟你邮件的联系。那抢不抢得到1对1的咨询，就要看你的速度了。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吧。那为什么我还是会去买保险呢？还有扫地僧，你就不怕保险公司拒赔吗？人家这么大的一家公司，他不赔钱给你，难道你要去告他吗？因为后来我创业投资的期间，我学会了财商，我才知道保险公司不是靠拒赔来赚钱哦。你知道最早的保险公司是怎么形成的吗？那真的是空手套白狼啊！我很多的项目都是靠这个思路去做的。当时世界各地开始进行贸易，我把花卖给你，你把衣服卖给我，互相的赚钱，对吧？但那个时候呢，没有飞机，只有船运，而船运有一个很大的风险，就是如果出现海难，船上的人挂了还好，当时的人命不值钱嘛，但船上的货都没了，那就可能整个家族都要灭亡的。有一次呢，这些船长就在一个海边的酒吧聊着天，喝着小酒。那酒吧的老板呢，无意间听到这些人在抱怨，所以说别人抱怨的地方就是赚钱的机会啊。他想了一整个夜晚，想到了一个商机。以前我有一艘船，那我就用这艘船运自己所有的货物，对吧？现在那个酒吧的老板找了10个船长，也就是现在有10艘船，每个船长只需要把自己的货物分成10份，然后分别放在这10艘船上面，也就是每一艘船只承载着1/10的货物。如果出现海难，有一艘船出事了，那也只是损失1/10的货物，然后每一艘船都在不同的时间出海，这就能够减少海难的风险。那这酒吧就是保险公司的雏形，撮合一帮面对同样风险的船长，让他们的货分散在不同的船上，然后收取他们的撮合服务费，这个就是一开始赚钱的手法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找到了这一家酒吧的老板，然后他索性连酒吧也不做了，研发出一个新的方案，直接开了一家保险公司。
跟那些船长说，你们不需要再换来换去了，索性你们就给我5%的保险费，这个海难的风险我来帮你们承担。如果这艘船有事，整艘船的货物价值值多少钱，我就全赔给你。如果没有事呢，你这个5%的钱就归我，你们看能不能做？那些船长呢想了一下，5%的成本可以啊，因为把货换来换去，这里面不但有人力的成本，而且还有可能换不见了。然后要不同的时间段去收货，也会耽误他们交货的时间，所以就答应了。这时候他赚的确实是拒赔的钱，能够不赔就不赔嘛，反正我把你们的钱都收回来了，你奈我何，对吧？这也是普遍大部分人对保险的理解，所以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售后的问题，政府和民众都找他们的麻烦，因为他是跟客户做对赌，而且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博弈。那为什么保险公司可以合法的流传至今呢？因为这保险公司的老板突然间醒悟了，他知道这些钱如果放在手上，终有一天发生大量黑天鹅的事件，他都要赔出去的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钱有流动呢才有价值，而且他发现自己的融资成本居然比银行低。银行向民众借钱，向政府借钱都要付利息的，但保险公司不用，他是直接跟客户签一张合同，客户就把钱给他了。所以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，就很简单了，银行怎么用钱去赚钱，他就怎么去做，借贷出去，投资不同的标的。后来更发展了不同的产品，比如说这个人寿的保险啊，一个人基本上都是求活的，所以你没个10年8年都不会挂掉，那这10年8年你交给我的钱我都可以使用。这也是巴菲特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钱去投资，就是因为他有一家保险公司去替他零成本的融资，我拿几千个亿去投资，然后每年赚个几百亿，但是我每年找我理赔的人才几个亿，那为什么我要拒赔去找麻烦呢？还不如多赔一点，做好一些声誉，让更多的人长期把钱放在我这边，让我去赚更多的钱，不是吗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的政府要求公司替员工买保险的原因，确实可以利用杠杆去起到保障的作用。医院、学校、酒店不上责任的保险都是不能开的。大家都知道08年金融危机是因为雷曼倒闭才发生的，对吧？但居然没有人知道，在雷曼之前有一家叫做 AIG 的公司，它的负债比雷曼更夸张。在这家公司面临倒闭的时候美国政府出钱救了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全美国所有教师的退休金都在 AIG 里面，不救的话就没了。所以真的出事的时候，保险是有政府撑腰的。那政府为什么会帮助这些保险公司呢？还有去规定大家都要去买保险呢？明面上确实是有保障的，但更多的你会发现，保险公司收了那么多的保费，这些钱它不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啊。你交的保费不算是一种收入，所以他们是不能够把钱发给股东，或者是用来发薪水的。这样做就是增加了公司的负债，所以他必须要拿钱去投资。投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会找到基金的经理，把这么大的一笔钱投在资本市场，比如说是股市啊、B 市啊，这些操控那么多资金的人就是所谓的金融巨鳄。这些钱不属于他们的，但是他却可以用这些钱去影响到股价，用财技去收割韭菜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跟着他们去买股票呢？就是因为顺着趋势去投机，来钱最快还有最稳啊。详细的可以去看我其他的影片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有大量的热钱投进去资本市场，那么整个经济就会活跃起来，这个就是政府最想要看到的。而且有很多大型的基建，政府都是找到保险公司来投的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笔钱。所以你能够听明白为什么你出来干了很多事情，政府都要规定你去买保险了吗？变相是另外一种收税的办法只不过是收在保险公司的财库里面罢了。所以你知道我都买什么保险吗？基本的医疗、重疾、车险、家居保险、人寿险等等的都会去买的，就是那些很便宜但杠杆很大的都可以去买。唯独有储蓄成分的、理财成分的，我就不建议大家去买了，因为你要非常的清楚，保险的本质就是帮你守住财富，但不能够帮你变富的。它能够帮你不变穷，但绝对不能帮你变富。如果你想要指望改变命运，你应该想办法跟我们买房收租更有意义。我自己最喜欢的资产就是房子，所以我什么保险都可以不买，唯独人寿险我是必定要买的。如果你手上有房子有贷款，那你是一定要买的。为什么呢？
或者我又拿不到钱呢？很简单，人挂了之后，只有两样东西会留下来，一个是负债，一个是遗产税。那这些都是要你的后代给你买单的，几百万、几千万的负债，我都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去还，那他们怎么还？就算你有钱留给他们帮你去还，但是你挂了之后呢，你的银行账号就是马上被冻结的，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比如说半年才能够解冻的。那这些钱他们拿不出来，银行就会把你的房子等等的资产低价拍卖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经济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你也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只是不小心挂了，但你的子孙呢，却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，或者是亏很多钱才能够继承你的资产。而我们买了一份人寿的保险，才一年几千块、几百块的美金，可能也不用这么贵，就是太便宜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买了多少，但它的杠杆却可以保护你的财富，能够听懂吗？我不是在推荐你买什么产品啊，我只是分享我自己一个生意人、投资人会怎么买。我完全没有接任何保险公司的业配，我也不是保险的业务员。但是保险的信托呢，我认为就是最好的财富传承工具，因为你要去立遗嘱，就是不管你怎么去传承，你最后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子女要去证明你是他的父母。我不知道这证明的过程难不难，但这也要一定的时间吧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盘点资产的过程，你要完全公开你所有的资产，这一点呢，比较有钱的人都不会喜欢的。那保险就很简单了，你写了受益人是你的子女，当你挂的时候，你的子女拿着他的身份证，那什么也不用说了，直接领钱就好了。所以保险就是用最少的钱，杠杆最大的保障，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意义啊。而不是说你想要安排个退休的生活，你想要个财富自由，你害怕现在放下手里面的工作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。如果你面临了中年的危机、行业的衰退，赚钱一天比一天难的时候呢，你要思考的不是什么守住财富，而是获取财富啊。而要做到这件事情呢，只有两个方法：第一，创业成为企业家；第二，投资成为投资家。如果你跟我当初一样一无所有的话，其实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投资的。因为投资是有门槛的，在现在这时势，你一定要多留一条路给自己。以前靠信息差赚钱，低买高卖就可以发财了，直到电商的到来，传统行业直接走到了死胡同。现在自媒体崛起，大家都不在电商平台消费了，而是看 YouTube、抖音的带货和业配，整个互联网行业再一次变革了。今天你发现了吗？就算你去开个餐厅，你也要去开个 IG、开个 Facebook 来引流。但这些已经是落后了，因为人类的注意都放在了 YouTube 这些影片的平台。在内地和海外的抖音、TikTok 已经很流行影片引流到自己的店，然后进行收费。为什么却很少人懂得用 YouTube 引流呢？你食材再好，口味再棒，有什么用呢？没人过来消费，你做给谁吃啊？所以为什么我的一个弟子是一个整蛊的师傅，他从零开始用了我的方法和系统，在不同的媒体做到了现在几万的粉丝，然后被无数的媒体和新闻去访问报道。现在他完全不需要担心客源的问题，也认识到他以往不可能认识到的名人，走进了一个强连锁的圈子。不但是因为他站在了趋势的风口，他懂得抓住了机会，更多的是一个可以让他直接复制的系统和框架。你不用去想做什么，怎么做，如何赚钱，这些你只需要套用我的系统在你自己身上就 OK 了。而你可能会担心你没有一门手艺，更不想要露脸，也没有试过创业、营销、剪辑等等的技能，你怕做不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创业商学院就是专门为你而设计的。因为你一开始只需要副业去做，也不需要什么产品，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正职。而我们也不是说把你打造成一个网红，而是一个像 LV 一样的品牌，并且让客户追着你跑的24小时自动赚钱的生意。为什么有无数的素人可以在之前通过卖 NFT 发财？为什么一些明星在娱乐圈默默耕耘，到头来他们在互联网赚到的钱比他们以前赚的钱还要多几倍？比如说刘畊宏啊、陈亦儒啊，为什么都做自媒体？为什么无数几岁的小孩只是把打游戏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，就可以年赚过亿美金？里面的底层逻辑和具体操作的方法都会在商学院里面传授给你，你只需要听话，跟着我的思路去执行就 OK 了。而就算你觉得自己的文化有限，但你还是一心想要成为老板，那你也不需要自己去看书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品书会永久的会籍，也是送你的。我们团队会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
而你走进我们的大家庭，你就有资格加入我们几千人的 Facebook 同学精英群组，里面是卧虎藏龙的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基本上你不是住在富人区呢，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些上进并且有实力的朋友。而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价值、资源还有资讯。那么人脉就是钱脉，我们是抱团越来越强的。所以想要成为我弟子的，别再犹豫了，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二条链接加入吧。我们的课程将会在7月份有一个大的更新，然后就会有一次升级涨价，到时候你可能需要多付$200以上的价格加入了。好了，所以记着，我们买保险的核心目的呢，是为了在出问题的时候得到保障，而不是返还型的保险硬塞给我们的无病返钱的想法。保险本质上是文字的游戏，你去买保险就是买了一份合同，重点关注的是保障责任的免责条款。你不要想着在保险公司里面赚到钱，这样你不是死了，就是你被骗了。而那些返还型、储蓄型的保险，只能够对那些完全不想理财也不懂理财，但又想和保险公司羊毛的人才有用的。但我亲身的经历告诉你，这样的想法结果却只会被反向割了韭菜。因为羊毛出自羊身上，返你的钱其实就是早年你自己多交的保费。保险公司在未来几十年拿了这笔钱去投资赚钱了，将来返你的钱早就已经贬值了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投资家、企业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